今天我们来聊一个从不露面的人——鬼谷子。他一生没有走出过那座山，但他伸出去的那只手却悄悄捏住了整个战国的咽喉。这不是关于登场的故事，而是关于如何在死寂中操控喧嚣的故事。请找到一个让你舒服的姿势，把背靠实，把肩膀放松，让我们一起沉进今晚的故事里去。你想象一下公元前4世纪的天空，如果你是一只鹰，盘旋在那个时代的上方，你会听到整片大地都在震动。战车的轮子压过焦土，发出沉闷的嘶吼。稷下学宫里，儒者和墨者吵得唾沫横飞。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握着救世的真理。各国使者的马队在泥泞的官道上狂奔，车轮卷起的尘土遮天蔽日。所有人都在急着发声，急着向这个快要烂掉的世界证明自己还活着。然后你猛地拉升，穿过云层，穿过喧嚣，降落在一座叫做云梦山的山谷里。声音消失了，这里静得可怕，没有金属撞击的声响，没有慷慨激昂的叫嚷，只有清晨的露水顺着青苔慢慢滑落，滴答一声，砸碎了山谷里最后一丝宁静。山谷的深处坐着一个人，他背对着我们，面前摆着一盘棋，棋盘上没有黑白两色的棋子，有的是此时天下的7个国家。他不急着落子，只是静静地看。这个人就是鬼谷子。在中国历史上有一所最神秘的地方，它没有校舍，没有经费，没有招生简章，只有一位老师，一片山林和一套让人脊背发凉的学问。他的毕业率极低，因为期末考试只有一道题，去干掉你的师兄。老百姓喜欢给鬼谷子安上神仙气，说他母亲误吞了一颗奇异的珠子，生下了一个额头鼓着肉瘤的怪婴，仿佛只有这种离奇的开场才配得上他后来那呼风唤雨的一生。但如果我们把这层神话的糖衣剥开，去触碰那段冰冷的历史骨骼，你会发现真相比传说更粗群，也更合乎逻辑。他不是神仙，他首先是一个人，一个生活在礼崩乐坏时代的幸存者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大概率出生在魏国的朝歌附近，那里曾是商朝的都城，繁华早已落尽，只剩下废墟和野草。那个年代，周天子的权威就像夕阳下的影子，看着很长，却没有一点热量。诸侯们嘴上喊着尊王攘夷，手里却都在磨刀霍霍，盯着邻居家的土地和人口。那时候，年轻的他还不叫鬼谷子，或许叫王许，或许叫王禅。他极有可能出身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，这种身份在当时非常尴尬。白天，他在学堂里听老师讲周公的礼乐，讲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讲这个世界应该有多么井然有序。但到了夜里，窗外传来的是马蹄声，是逃难者的哭喊声，是强盗破门而入的撞击声。书上写的那些道理真的有用吗？这颗怀疑的种子就这样悄悄种进了他心里。少年时期，他像那个年代许多渴望寻找出路的世人一样，开始游历。这是一种无奈的选择，也是一场残酷的成人礼。他走过鲁国，见过孔子的那些徒子徒孙们，那些儒者衣冠楚楚，在这个杀人如麻的世界里顽强地推销着仁义和道德。他们试图用感化去驯服野心家，用礼仪去约束暴发户。这画面壮烈吗？壮烈。这画面荒诞吗？也非常荒诞。鬼谷子站在人群里冷眼旁观，心里想起了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——宋襄公。
那个为了坚守君子之道，非要等楚军渡河列阵之后才开打的人。结果宋国大败，宋襄公自己也受了重伤，死得窝囊，成了千古笑柄。那个瞬间，年轻的鬼谷子或许第一次触摸到了世界的冰冷底色。在这片丛林里，道德有时候不是护身符，而是催命符。善良如果没有牙齿，那就是一块待宰的肥肉。他又去了墨家活跃的地方，那是一群更纯粹的人，穿着草鞋，哪里有战争就往哪里跑，用血肉之躯去阻挡攻城的战车。鬼谷子看着这些苦行僧，心里涌起一阵悲悯。墨家的理想是完美的，但人性是丑陋的。指望诸侯王放弃私欲去兼爱天下，就像指望老虎改吃素一样，违背了生物最深处的本能。只要人性的贪婪还在，战争就不会停止。靠嘴皮子劝善，靠身体挡车，都救不了这个世道。就是在这一刻，他做出了一个决定。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战国历史的走向。他决定不再试图去救这个世界，而是要去解剖这个世界。于是他转身离开了喧嚣的城市，离开了诸侯的宫殿，走向了那座云雾缭绕的大山——云梦山。云梦山位于今天的河南淇县，山势险峻，林木森森，常年云气弥漫，深不可测，因此被人称为鬼谷。一般人隐居是为了修仙问道，或者像陶渊明那样采菊东篱。但鬼谷子不是，他进山更像是一个顶级的科学家，为了躲避外界的干扰，把自己关进了最高级别的实验室。这里的鬼指的不是幽灵，而是诡秘，是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操控着人类命运的规律。在这座天然的实验室里，鬼谷子开始了他的研究。研究对象不是星辰，不是草药，而是人。确切地说，是处于权力漩涡中心的人。他发现列国纷争看起来乱七八糟，今天秦打魏，明天齐打楚，但在这混乱的表象下，有一条暗线始终没有变，那就是利益的流动和人心的博弈。他开始构建一套全新的哲学体系，这套体系非常冷酷，他剔除了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。儒家讲诚，鬼谷子却讲诈。他认为，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上，诚实往往意味着把底牌亮给对手。真正的智者要学会阴，圣人之道在隐与匿。你要像鬼神一样，让别人看不见你的形状，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你才能安全，才能在暗中操控一切。墨家讲信，鬼谷子却讲变。他认为世界上没有永恒的盟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这一刻是朋友，下一刻利益冲突了，就是死敌。没有什么承诺是不能打破的，关键看打破的代价和收益是否成正比。他在山谷的岩壁下日复一日地推演，他观察蜘蛛如何结网捕猎，观察两只老虎相遇时的试探与搏杀，观察水流如何避开石头流向低处。他把这些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转化成了人类社会的政治权谋。慢慢的，一套惊世骇俗的理论在他脑海中成型了。这套理论不教你怎么做个好人，只教你怎么做个赢家。它包括如何打开别人心扉，套取情报的百合之道，如何用利益作饵去钓大鱼的飞钱之术，以及如何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战队的五合之法。这是一门危险的屠龙术。当这套理论成熟的时候，鬼谷子知道他需要实验品。
他需要有人把这些理论带出山谷，带进那个名为战国的巨大斗兽场里去试一试，看看这把刀到底快不快。于是，那所神秘的鬼谷大学开张了。最先找到这里的是2个年轻人，一个叫孙膑，一个叫庞涓。他们来到鬼谷的时候，还带着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。他们不知道，踏入这个山谷，就意味着踏出了常人的生活轨迹，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博弈次元。鬼谷子看着这2个学生，眼神里既没有慈爱，也没有严厉，只有一种看透了未来的平静。就像一个工匠，看着2块即将被扔进熔炉的生铁，他没有教他们诗经，也没有教他们弹琴。第一课，他带他们来到悬崖边，指着深不见底的峡谷，只说了1个字：跳。当然，这不是真的让他们去死，而是心理博弈的开始。在鬼谷的课堂上，没有标准答案，鬼谷子会扔出一个虚假的局，看2个学生怎么算计。他教导孙膑和庞涓，兵法不是排兵布阵那么简单，兵法是诡道。你要让敌人觉得你弱小，实际上你强大；你要让敌人觉得你在东边，其实你在西边。你要学会利用敌人的贪婪，把他引入死地。他常常这样问：你知道猎人为什么能抓住狐狸吗？不是因为猎人跑得比狐狸快，而是因为猎人知道狐狸想吃什么，也知道狐狸怕什么。云梦山的岁月像一杯没有涟漪的深井水，但在这种死寂之下，2个年轻人的命运正在剧烈的发酵。如果你有机会坐在鬼谷子课堂的角落里，你会发现这里的空气极其稀薄，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。这里没有朗朗的读书声，只有竹简在沙盘边翻动时发出的脆响。孙膑和庞涓这2个名字后来响彻了整个战国，但在当时，他们只是鬼谷子手中的2块璞玉，或者更残酷地说，是2只被关在同一个笼子里的实验样本。他们曾对着山谷的明月发誓，结为异姓兄弟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这种誓言在那个年纪是真诚的，但在那个时代却是脆弱的。鬼谷子从未阻止过这种温情的宣誓，他只是冷冷地看着，像一个注视着2只蚂蚁互碰触角的巨人。他知道，人与人之间最危险的关系不是仇敌，而是利益高度重叠的同门。在一次关于绝境突围的推演课上，裂痕初次显现。题目很简单：一座孤城，粮草断绝，外有10倍敌军，你是守将，如何活？庞涓的方案是突，集中所有兵力在最薄弱处撕开一道口子，强行突围。他的策路刚猛，带着一种赌徒式的决绝，因为在他看来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用鲜血杀出一条生路。但孙膑的方案完全不同，他没有动那个被围困的棋子，而是把手伸向了棋盘的另一端，那是敌军的大后方。他主张用一支骑兵攻击敌人的粮仓，逼迫敌人回撤，从而解围。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围魏救赵的雏形。鬼谷子看着棋盘，面无表情。在战术层面，2人难分伯仲，但在战略层面，庞涓看到的是眼前这一局，孙膑看到的是整个棋盘。庞涓想的是怎么赢一场战斗，孙膑想的是怎么赢一场战争。这种天赋上的差距，就像一根看不见的刺，深深扎进了庞涓的心里。他意识到，只要孙膑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，他就永远只能是第2名。而在战国，第2名往往意味着被淘汰。
当魏惠王招贤纳士的消息传进山谷，庞涓坐不住了。他看着窗外的群山，觉得自己已经学成。那一刻，他眼神里充满了对权力赤裸裸的渴望。他向老师辞行。那天清晨，鬼谷子坐在草庐前，看着跪在地上的庞涓。他没有挽留，也没有祝福，只是淡淡地说：“去吧，但你要记住，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难走得多。”庞涓背着行囊，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山谷，冲向了那个繁华而血腥的魏国。他以为他是去征服世界的，而孙膑站在山崖上，目送着师兄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有些失落。他不知道，这一别就是生死冤家。他更不知道，老师那句没说完的话，将在不久的将来变成砸碎他膝盖骨的铁锤。庞涓在魏国确实成功了，他率领魏武卒横扫四方，成了魏国的上将军，名震天下。但他睡不安稳，每当深夜梦回，他总会想起云梦山里那个沉思的师弟，那种对天才的原始恐惧折磨着他。于是，一封满载着兄弟情深的书信送到了云梦山。孙膑接到信，欣喜若狂。他以为这是兄弟的兑现承诺，却不知道，这是一张通往地狱的请柬。他向老师辞行。这一次，鬼谷子依然没有阻拦。他看着单纯的孙膑，心里或许有过一丝波动。他明明算到了此行的凶险，明明知道孙膑这一去将面临什么，但他选择了沉默。为什么？因为鬼谷子明白，孙膑是一块绝世好铁，但还没开刃。他的心太软，太相信仁义。一个相信仁义的将军，在战场上是会害死千万人的。孙膑需要一场劫难，一场摧毁他旧有世界观的劫难，来帮他完成从人到将的真正蜕变。孙膑下山了，带着美好的憧憬，走进了魏国的都城大梁。等待他的不是鲜花和美酒，而是冰冷的刑具。庞涓没有杀他，杀了他太便宜了，也太容易落人口实。他要毁了他。他捏造了孙膑私通齐国的罪名，下令对孙膑施以膑刑，也就是剃去膝盖骨。这是一种极度恶毒的刑罚。他保留了你的性命，却剥夺了你站立的尊严，还在孙膑的脸上刺了字，让他彻底沦为一个废人。想象那个画面，昔日的同窗好友高坐堂上，面带冷笑。而孙膑，这个原本应该指点江山的天才，此刻蜷缩在血泊中，看着自己的膝盖骨被一点一点剔除。那一刻，孙膑心里某种东西崩塌了。他终于明白了老师在山谷里沉默的含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最想让你死的，往往是那个最了解你的人。也就在这一刻，那个天真的孙膑死了。活下来的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复仇者，是一个真正领悟了鬼谷子阴符之术的兵家宗师。为了活下去，孙膑开始装疯。他住在猪圈里吃猪食，甚至将秽物塞入口中，傻笑着。庞涓派人日夜监视，看到这一幕，终于放下了戒心。他以为孙膑已经彻底废了，但他忘了鬼谷子曾经教过他们的一课：潜谋于无形，常胜于不争。最好的伪装就是让敌人觉得你已经毫无威胁。后来，齐国的使者秘密将孙膑救走，猛虎归山，蛟龙入海。历史的时钟拨到了公元前341年，马陵之战。这是一场鬼谷子早已在棋盘上推演过的局，也是两个学生宿命的终结。此时的庞涓统领着强大的魏国军队，不可一世。
而孙膑作为齐国的军师，坐在马车里，身体残缺，但目光如炬。孙膑太了解庞涓了，他知道庞涓傲慢急躁，且极度轻视残废的自己，于是他用了一招减灶计。第一天，齐军营地有10万个灶坑，第二天减到5万，第3天只剩3万。探子回报，庞涓大笑：“我就知道齐国人胆小如鼠，才进魏国3天，士兵就跑了大半。”他丢下步兵，只带着精锐骑兵，像疯狗一样日夜兼程地追赶，生怕孙膑跑了。他不知道，他追逐的不是猎物，而是死神。孙膑计算着庞涓的行程，计算着马匹的速度，甚至计算着日落的时间。他选中了马陵道，这里道路狭窄，两旁树木茂密，是完美的伏击地形。他在路边选了一棵大树，刮去树皮，在白色的树干上写下6个大字：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然后命令1万名弓箭手埋伏在两侧，约定见到火光万箭齐发。夜幕降临，马陵道一片死寂，只有风吹过，树叶发出沙沙声，像极了当年云梦山里那些宁静的夜晚。庞涓赶到了，他在黑暗中隐约看见路边有白色的东西，心中起疑。他点燃火把，凑近那棵树，火光跳动，照亮了那行字：庞涓死于此树之下。每一个字都像是鬼谷子在山谷里的低语。庞涓读完这行字的瞬间，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他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一个陷阱，这是一场跨越了数十年的心理处决。那个被他剃去膝盖的师弟，从未在智力上输给过他半分。火光亮起，就是信号，万箭齐发，魏军大乱，互相践踏。庞涓看着满地的尸体，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霸业在瞬间灰飞烟灭。他知道大势已去，他拔出佩剑，对着那棵树，也许也是对着远方的云梦山，发出了最后一声嘶吼。遂成庶子之名，竟然成就了这小子的名声。他自刎了，直到死他都不服。此时此刻，千里之外的云梦山，鬼谷子或许正在修剪一株兰草，剪刀咔嚓一声，剪断了一根枯枝。他没有抬头，但他似乎闻到了风中传来的血腥味。这真是一个荒诞的悖论，不是吗？一位老师教出了2个最顶尖的学生，一个成了残废，一个成了尸体。他们把魏国打残，把整个战国搅得天翻地覆。而这一切的源头，仅仅是这位老人在山谷里讲过的几堂课。鬼谷子悲伤吗？也许吧，但他更清楚，这就是道。阴与阳，奇与正，从来都是相生相克的。庞涓代表了刚猛的阳，孙膑代表了阴柔的阴。只有当这2股力量在惨烈的碰撞中分出胜负，新的平衡才会诞生。庞涓的死，孙膑的残，都是这盘大棋必须支付的代价。山谷依然静悄悄的，露水依旧滴落在青苔上。第一批实验结束了，效果很完美，但鬼谷子并没有收起棋盘。岁月在云梦山仿佛是停滞的，草木枯荣了30个轮回，山下的战火熄了又燃。那些刻在石壁上的兵法残卷早已被厚厚的青苔覆盖。对于隐居在时间褶皱里的鬼谷子来说，几十年不过是茶杯里升腾的一缕雾气。他送走了那一批在鲜血与铁甲中搏杀的战神，看着庞涓归于尘土，看着孙膑引入历史，直到30多年后，当山下的世界从武斗进入了更复杂的暗战，山门的铃铛才再次响起。
这一次推开山门的是2个落魄的年轻人，他们没有带剑，只带了一口能抵100万雄兵的利齿，他们就是苏秦与张仪。如果说孙膑和庞涓代表的是硬实力，是面对面的厮杀，是鲜血淋漓的物理毁灭，那么接下来这一局，鬼谷子要验证的是软实力。在这个回合里，决定胜负的不再是战车和弓箭，而是舌头。鬼谷子没有教他们如何排兵布阵，而是扔给他们几卷晦涩的竹简，上面写满了关于揣摩人心、权衡利弊，以及如何用一句话挑起战争或平息干戈的技巧。这门学问叫纵横。故事的转折发生在苏秦第1次下山归来之后，那是苏秦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。他满怀信心地去了秦国，试图说服秦惠文王吞并天下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的灰。秦王刚刚车裂了商鞅，对这些只会耍嘴皮子的说客充满厌恶，直接把他轰了出来。苏秦回到洛阳老家的时候，简直像个乞丐，那件原本光鲜的黑貂裘大衣已经磨得稀烂，脚上的草鞋甚至露出了脚后跟。当他推开家门期待一点温情时，现实给了他狠狠一记耳光。他的妻子坐在织布机前，连头都没抬。他的嫂子看着他那副穷酸样，直接拒绝给他做饭，冷冷丢下一句：你看看你，不务正业，活该。甚至连父母都觉得生了这么个儿子是家族的耻，不愿意多说一句话。这就是战国最赤裸的现实。亲情是需要用黄金和权力来充值的。当你一无所有时，连血缘关系都会比纸还薄。苏秦站在破败的庭院里，听着家人的冷嘲热讽，心里的某种东西碎了，但另一种更坚硬的东西立了起来。他连夜逃回了云梦山。鬼谷子看着这个狼狈归来的学生，眼神依然平静如水。他没有安慰苏秦一句，也没有责怪家人的势力，因为在他的哲学里，这就是人性的常态。人趋利避害，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。你想改变别人的态度，那就改变你自己的筹码。鬼谷子从书架深处抽出一卷沾满灰尘的竹简，扔到了苏秦面前。那是鬼谷一派最核心的机密。阴符经，那不是一本教你如何说话的书，而是一本教你如何狩猎的书。他告诉你，每一个君王，每一个强者都有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欲望。只要你找到了那个缺口，你就能把这头巨兽牵在手里走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苏秦把自己关在山洞里，每当深夜困倦难忍时，就拿起锥子狠狠地刺向自己的大腿，鲜血顺着大腿流到脚后跟，剧痛让他瞬间清醒。这哪里是在读书，这分明是在对自己进行一种残酷的心理改造。那个曾经渴望亲情、渴望认可的苏秦正在死去，一个冷酷的将天下视为交易场的政治家正在诞生。终于，他悟到了。他发现秦国虽然强大，但其他6国加起来更强。如果能把6个弱国联合起来，就像把6根筷子捆在一起，就能锁死强大的秦国。这就是合纵。苏秦再次下山了。这一次，他没有去秦国，而是走遍了6国的宫殿。他用鬼谷子教他的话术，精准地击中了每一个君王的软肋。赵王怕死，齐王爱财，燕王想报仇。他把6颗散落的珠子用一根名为恐惧的线串了起来。当他再次回到洛阳老家时，腰间挂着6个国家的相印，
车队连绵几里，各国使者前呼后拥，气派甚至超过了周天子。而那些曾经对他冷眼相待的家人呢？他的嫂子趴在地上，像蛇一样匍匐前行，连头都不敢抬。苏秦笑着问：为什么以前那么傲慢，现在这么卑微呢？嫂子颤抖着回答：因为你现在位高权重，金子多啊。多么诚实而又多么丑陋的回答。苏秦坐在高高的马车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心里泛起一阵苍凉。他赢了，但他赢得的不是尊重，只是恐惧和贪婪的变现。与此同时，在云梦山的另一端，另一个学生张仪也迎来了他的觉醒。张仪的遭遇比苏秦更具戏剧性，也更具荒诞感。他在楚国的一场宴会上被怀疑偷了一块玉璧，被另引的门客打得半死，抬回了家。他的妻子抱着他哭，说：你要是不读书，不学这些游说，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张仪费力地张开肿胀的嘴，问了一个在历史上回响了1000年的问题：你看看我的舌头还在吗？妻子愣了一下，说：还在。张仪笑了，那笑容里带着一股无赖似的狠劲，只要舌头在，我就能翻盘。这就是鬼谷子的学生。肉体可以被打烂，尊严可以被践踏，但只要那把武器还在，他们就有掀翻世界的能力。张仪来到了秦国，此时的局面非常有趣。苏秦已经在6国布好了局，形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合纵防线，把秦国死死关在函谷关以西。按理说，苏秦和张仪是同门师兄弟，但在更高的维度上，他们是完美的对手。鬼谷子教给他们的最高智慧是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要想让自己有价值，就必须制造问题。于是张仪成了苏秦的对手。苏秦主张合纵，张仪就主张连横。这就像矛与盾的关系。苏秦在东方把6国联合，张仪就从西方走出来，拿着凿子试图把这个联盟敲碎。最精彩也最荒诞的一幕发生在张仪戏耍楚怀王的那场大戏里。为了拆散齐楚联盟，张仪以秦国国相的身份出使楚国。他见到了那个贪婪而轻信的楚怀王，摆出一副极度诚恳的姿态，说：大王如果能与齐国断交，秦国愿意献上600里土地。楚怀王身边的谋士陈同拼命劝阻：大王，这是个骗局，秦国人说话什么时候算数过？但贪婪蒙住了楚怀王的眼睛，他不仅断绝了与齐国的关系，还傻乎乎地派人跟着张仪去秦国接收土地。到了秦国，张仪突然病了，他躲在家里3个月不见客，急得楚国使者团团转。楚怀王还以为是自己断交断得不够彻底，竟然派人去齐国边界大骂齐王，彻底把齐国得罪死了。等到齐楚2国彻底反目，张仪的病奇迹般的好了。他接见楚国使者，故作惊讶地说：哎，我说的是把我自己的封地一共只有6里送给大王，不是600里啊，600里变成了6里。从地缘政治的宏大交易，瞬间变成了菜市场式的无赖欺诈。楚怀王听到回报后，气得当场吐血，发疯一样起兵攻打秦国，却因为失去了齐国的支援，被秦国打得大败。这场闹剧把鬼谷子阴符之术中的诡诈演绎到了极致。在这场横跨几十年的大博弈中，苏秦和张仪就像2只巨大的手，一只在捏合泥土，一只在打碎泥土。他们表面上你死我活，
但在更高的维度上，他们是完美的搭档。他们共同维持了战国后期那种微妙的摇摇欲坠的平衡。鬼谷子不在乎秦国赢还是齐国赢，他在乎的是这个名为天下的棋盘必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混乱之中，因为只有在混乱中，智慧才能卖出最高的价钱。然而，这种把天下人当棋子玩的日子，终究是有代价的。苏秦最终死于反间计，被车列于市，结局惨烈。他在临死前还用自己的尸体设了最后一局，以谋反之名引诱凶手出来领赏，竟然成功了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他依然在算计。张仪在秦武王即位后失宠，被驱逐回魏国，最终在郁郁不得志中病死。两个搅动风云的纵横家，像两颗流星一样划过夜空，燃烧了自己，照亮了那个黑暗的时代，然后迅速陨落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云梦山重新回到了最初的死寂。那些曾经在这里争论大笑，对着山谷怒吼的年轻人都走了。孙膑的轮椅压过的车辙早已被野草覆盖，庞涓练剑时砍伤的老树，伤口也已愈合，长出了粗糙的新皮。苏秦彻夜苦读的山洞，如今只剩下蝙蝠在倒挂休息。鬼谷子独自一人坐在这座巨大的空巢里，他老了，背不再挺拔，手上的皮肤像干枯的树皮，布满了褶皱，但那双眼睛依然清澈的可怕，像两口深不见底的古井，倒映着头顶变幻莫测的风云。山外的消息依然断断续续地传进来，只不过以前传来的大多是捷报，现在传来的大多是恶报。那一天，风中带来了一个血腥的消息：苏秦死了，死得极惨。鬼谷子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正在擦拭一卷竹简，手停顿了一下，但也仅仅是一下。他没有哭，也没有叹息，在常人眼里，苏秦的结局是悲剧，但在鬼谷子眼里，这是宿命的闭环。苏秦一生都在玩火，在6个国家的刀尖上跳舞，他享受了那种将天下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快感，自然也要承担被火焰反噬的代价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量是守恒的，你透支了多少智谋去换取权力，最终命运就会索取多少血肉来偿还。没过多久，张仪也走了，还有之前的庞涓死在万箭之下，商鞅被五马分尸，吴起被乱箭射死在楚王的尸体上。鬼谷子看着这张死亡名单，就像看着一盘早已下完的棋，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，就像历史长河里翻起的巨大浪花，曾以为自己是河流的主人，可以随意改变水的流向。但当风停了，浪落了，他们才发现自己不过是水流的一部分，最终都要归于平静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这位老人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写一本书，他要把他对这个世界最残酷、最真实的洞察全部记录下来。这就是后世流传的鬼谷子。如果你翻开这本书，会感到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这里没有一句废话，没有一句关于仁义道德的虚伪客套，冷得像一把手术刀。比如百合篇，讲的是如何像开门关门一样打开别人的心扉，或者关闭自己的意图。他告诉你，阴阳是可以互换的，真假是可以操纵的。比如飞前篇讲的是如何用赞美和利益做钩子，去钳制对方的思维，让对方乖乖听从。比如五合篇讲的是没有永远的立场，你要像水一样流动，
哪里有利就流向哪里，哪里有危险就避开哪里。他在书里写道：口者心之门户也，心者神之主也。他教导人们，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，更是攻心的武器。他刻下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从无数人的鲜血和泪水中提炼出来的。他把人性的贪婪、恐惧、虚荣、猜疑解剖得淋漓尽致，然后摆在台面上告诉你，这就是世界的真相。这本书写完后，并没有像《论语》那样被奉为经典，也没有像《道德经》那样被尊为玄学。相反，它在此后2000多年里，一直被主流社会视为禁书，藏在阴暗的角落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了真话。后世的儒家学者痛骂鬼谷子是小人，说他的学问是诈术，说这个世界应该是光明的，君子应该坦荡荡，怎么能教人阴谋诡计呢？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悖论。帝王们在台面上尊崇儒家，满口仁义道德，教导百姓忠君爱国，但在背地里，在深夜的御书房里，他们翻阅的往往就是这本《鬼谷子》，因为他们心里清楚，靠仁义道德是守不住江山的，治理天下很多时候靠的是权谋和算计。鬼谷子就像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，更准确地说，他是那个把皇帝的新衣扒下来，指着里面满是伤疤和污垢的肉体说，看，这才是权力的本质。所以大家恨他，怕他，却又离不开他。晚年的鬼谷子早已不在乎这些誉与毁，他把竹简整齐的码放在石架上，就像把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收进刀鞘。他看着窗外，云梦山的云雾依然聚了又散，散了又聚。他这一生虽然从未走出过这座山谷，但他其实一直站在历史的风暴眼里。他的思想虽被骂为阴谋，但最终却成了终结乱世的唯一解药。你看那个正在西方崛起的秦国，远交近攻，分化瓦解，不讲武德，只求胜利，彻底贯彻了鬼谷子的逻辑。秦始皇这位千古一帝，可以说是鬼谷子哲学最忠实的执行者。他用绝对的暴力和绝对的算计，把那个分裂了500年的中国强行捏合在了一起。这难道不是一种巨大的讽刺吗？那些满口仁义的君子们失败了，流离失所，而那个被骂为阴险的鬼谷子，通过他的学说，间接完成了一统天下的伟业。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感。善意往往软弱无力，而冰冷的理性却能构建秩序。故事的最后，关于鬼谷子的结局依然是一个谜。有人说他最后羽化登仙了，有人说他一直活在山里，活了几百岁。但在我们的故事里，结局也许更加平淡，也更加真实。那是一个深秋的傍晚，夕阳把云梦山染成了血红色，像极了当年马陵道上的颜色。鬼谷子拄着拐杖，慢慢走到悬崖边，他看着脚下的万丈深渊，看着远处若隐若现的村庄和城池。他的一生教出了孙膑、庞涓、苏秦、张仪见过最顶级的天才，也见过最卑劣的人性。他点燃了战国的烽火，又亲手写下了熄灭烽火的说明书。现在任务完成了，风吹过他的白发和长袍，他看起来那么瘦小，那么普通。如果不说，谁能想到这个瘦小的老人就是让七国君王闻风丧胆的鬼谷先生呢？他轻轻叹了一口气，转身走进了那片浓密的森林。这一次他没有再回头，随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林深处，战国那个最喧嚣、最精彩、最充满智慧与血腥的时代
也仿佛随之关上了大门，留给后人的只有那座空荡荡的山谷和那本冷冰冰的鬼谷子，静静地躺在历史的尘埃里，等待着下一个有野心的人去翻开它，读懂它，再次点燃这个世界。战国的烽火已经熄灭了2000多年，云梦山的那些传奇最终都化作了史书上几行冰冷的文字。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那座幽深的山谷收回来，穿过漫长的时光隧道，回到此时此刻。其实我们每个人依然生活在一个巨大的战国里。当我们走进写字楼，面对复杂的职场关系时，当我们打开社交网络，看到那些被精心设计的舆论战时，当我们为了房贷，为了升职，为了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争夺一席之地而焦虑失眠时，我们所经历的不就是孙膑、庞涓、苏秦和张仪曾经经历过的一切吗？人心中的贪婪、恐惧、嫉妒和虚荣，在这2000多年里一点儿都没有变，只是换了一件更文明的外衣，把青铜剑换成了键盘，把兵法换成了商业策略。我们从小被教导要真诚，要善良，要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好人，这当然没错，这是世界美好的一面。但鬼谷子用他一生的沉默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，仅仅有真诚是不够的，你还需要清醒。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渴望安睡的夜晚，我们要去读懂这位被骂了2000年的阴谋家的故事。他教给我们的不是去害人，不是去变成一个冷血的算计者，恰恰相反，他教给你的是一种不被伤害的能力。这种能力是当别人在制造焦虑时，你能一眼看穿背后的利益链条，从而保持内心的淡定。是当生活把你逼进死胡同，像当年的孙膑一样绝望时，你能明白阴阳转换的道理，知道低谷往往是反击的开始。是当你身处名利场的喧嚣中，像苏秦一样被捧上云端时，你能听见那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的嗡嗡声。真正的智慧不是逃避这个世界的黑暗，而是有了直视黑暗的勇气之后，依然选择心向光明。这就叫做身在闹市，心在深山。这是一种顶级的定力，就像鬼谷子一样。你可以看透所有人的剧本，看透所有人的欲望，但你依然选择演好你自己的角色。你知道这是演戏，所以你不会入戏太深，也就不会被戏里的悲欢离合伤得体无完肤。好了，我们的故事讲到这里，夜深了。那盏在战国寒夜里亮起的孤灯，现在也该熄灭了。那个在棋盘前坐了2000年的背影，也渐渐引入了历史的尘烟。但他留下的智慧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已经种在了你的心里。在你的内心深处，也有一座云梦山，那里没有信号，没有噪音，没有必须回复的消息，只有清风明月和一盘还没下完的棋。当你感到疲惫，感到焦虑，或者对未来感到恐惧的时候，不妨躲进这座心里的山谷，像那位老人一样，为自己修筑一间坚固的声音茧房。不管外面的风浪有多大，这里永远安静，永远安全。愿这颗种子能让你在明天的搏杀中多一份铠甲，也愿这份清醒能护佑你在今晚拥有一个不被惊扰的梦。关掉世界的喧嚣，让心回到山谷。晚安。